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视频节目。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，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面临着拖延的困扰，无论是在工作、学习还是生活中，拖延就像一个隐形的敌人，悄悄地吞噬着我们的时间、精力和梦想。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一本能够彻底改变我们与拖延关系的书《战胜拖延》。这本书的作者是作者姓名，一位在心理学和个人成长领域有着卓越成就的专家。他通过深入的研究和大量的实践案例，为我们揭示了拖延背后的深层原因，并为我们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战胜拖延的方法。拖延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，却有着复杂的影响。它不仅仅是我们偶尔偷懒的表现，更是一种可能阻碍我们实现人生目标的强大阻力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我们可以摆脱拖延的束缚，那将会是怎样一番景象？我们将能够更高效地完成工作，拥有更多的时间去追求自己的兴趣爱好，陪伴家人朋友，甚至实现那些曾经遥不可及的梦想。正如著名作家山姆尔·约翰逊所说，我们一直推迟我们知道最终无法逃避的事情。这样的蠢行是一个普遍的人性弱点，它或多或少都盘踞在每个人的心灵之中。那么，我们该如何战胜这个普遍的人性弱点呢？战胜拖延这本书将为我们提供答案。这本书的价值不可估量，它不仅仅是一本理论性的书籍，更是一本实践指南。通过阅读这本书，你将学会如何识别拖延的陷阱，如何改变自己的思维模式，以及如何采取有效的行动来战胜拖延。它将为你打开一扇通往高效人生的大门，让你在生活和工作中都能取得更大的成就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深入探讨《战胜拖延》这本书的核心理念和重要习惯。首先，我们需要了解拖延的根源。作者在书中指出，拖延并不是简单的懒惰，而是一种复杂的心理现象。它涉及到我们的情绪、认知和行为等多个方面。从心理学角度来看，拖延往往源于我们对任务的负面情绪。例如，当我们面对一项艰巨的任务时，我们可能会感到焦虑、恐惧或无聊。这些负面情绪会触发我们的逃避机制，导致我们选择拖延来暂时缓解压力。书中提到一个经典的案例，一位名叫汤姆的作家，他总是拖延着不去写作。尽管他有着丰富的灵感和创作欲望，但他总是找各种借口推迟写作时间。经过深入分析，汤姆发现，他之所以拖延，是因为他对写作有着过高的期望和完美主义倾向。他害怕自己写出的作品不够好，所以宁愿不写，也不愿面对可能的失败。为了克服这种拖延，我们需要学会识别和管理自己的情绪。以下是一些具体的方法。1. 识别情绪触发点。当我们感到拖延的冲动时，停下来思考一下，是什么情绪在驱动着这种冲动？是焦虑、恐惧还是无聊？通过识别情绪触发点，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拖延行为。2. 挑战负面思维。当我们对任务产生负面情绪时，尝试挑战这些负面思维。例如，问问自己，这项任务真的有那么难吗？如果我失败了，最坏的结果是什么？通过挑战负面思维，我们可以改变对任务的看法，减少负面情绪的影响。3. 利用情绪调节技巧，例如深呼吸、冥想、运动等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缓解压力和焦虑，让我们更平静地面对任务。此外，拖延还与我们的认知偏差有关。我们往往会低估完成任务所需的时间，高估自己的拖延能力。这种认知偏差会导致我们不断地推迟任务，直到最后一刻才匆忙完成。书中引用了时间贴线的概念来解释这种现象。时间贴线是指我们倾向于重视眼前的利益，而忽视未来的利益。当我们面对一项任务时，完成任务的未来利益似乎遥不可及，而眼前的娱乐活动却能给我们带来即时的满足感。因此，我们很容易选择拖延。为了克服这种认知偏差，我们可以尝试以下方法。1. 设定明确的目标和截止日期，将大任务分解成小任务，并为每个小任务设定具体的截止日期。这样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任务的进展，并减少对未来的模糊感。2. 使用番茄工作法。这种方法将工作时间分为25分钟的专注工作和5分钟的休息时间。通过这种方式，我们可以提高工作效率，并在短时间内获得成就感，从而减少拖延的冲动。3. 建立奖励机制，为自己设定奖励。当自己按时完成任务时，给予自己一定的奖励，例如看一部喜欢的电影、吃一顿美食等。这样可以让我们更期待完成任务，并减少拖延的倾向。在了解了拖延的根源之后，作者在书中提出了战胜拖延的5大习惯。这些习惯是经过实践验证的，能够有效地帮助我们克服拖延，提高工作效率。设定目标是战胜拖延的第一步。一个明确的目标可以为我们提供方向和动力，让我们更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达到的结果。书中强调，设定目标时要注意以下几点。1. 目标要具体明确，避免设定模糊不清的目标，
例如提高工作效率。相反，我们应该设定具体的目标，例如每天完成5个工作任务。2. 目标要具有可衡量性，这样我们才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进展。例如，在1个月内减掉5公斤体重就是一个可衡量的目标。3. 目标要具有挑战性，但也要现实可行。如果目标过于容易，我们可能会失去动力；如果目标过于困难，我们可能会感到沮丧和挫败。因此，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，设定既具有挑战性又现实可行的目标。4. 目标要具有时间限制，为每个目标设定一个具体的截止日期，这样可以给我们带来紧迫感，并促使我们采取行动。为了更好地设定目标，我们可以使用 SMART 原则，即 1. S specific 具体的， 2. M measurable 可衡量的， 3. A attainable 可实现的， 4. O relevant 相关的， 5. T time bound 有时间限制的。例如，如果你想提高英语水平，你可以设定一个 SMART 目标，在3个月内将英语词汇量从3000增加到5000，并通过英语6级考试。设定目标之后，我们需要将目标分解成更小的任务，并制定详细的行动计划，这样可以让我们更容易地开始行动，并逐步实现目标。制定计划是实现目标的重要步骤。一个合理的计划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安排时间，提高工作效率。书中介绍了逆向规划的方法，即从目标出发，倒推每个阶段需要完成的任务。例如，如果你想在1年内出版一本书，你可以按照以下步骤进行逆向规划。1. 确定出版日期，例如2025年12月31日。2. 确定书稿完成日期，为了留出足够的时间进行编辑和校对，你需要在2025年10月1日前完成书稿。3. 确定写作时间，假设你每天可以写作2小时，每周可以写作5天，那么你需要200天的时间来完成书稿，因此你需要从2025年2月13日开始写作。4. 确定大纲完成日期，为了确保写作顺利进行，你需要在2025年1月15日前完成书稿大纲。通过逆向规划，你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每个阶段需要完成的任务，并制定出更合理的计划。此外，在制定计划时，我们还需要注意以下几点。1. 留出足够的缓冲时间，避免将计划安排得过于紧凑，要留出足够的时间来处理突发事件和意外情况。2. 设定优先级，根据任务的重要性和紧急程度，对任务进行排序，优先完成重要的任务。3. 定期回顾和调整计划，定期回顾自己的进展，并根据实际情况对计划进行调整，以确保计划的可行性和有效性。立即行动是战胜拖延的关键。作者在书中强调，当我们面对一项任务时，不要犹豫，不要拖延，要立刻开始行动。书中引用了5分钟启动法来帮助我们克服拖延。这个方法的核心思想是，先让自己开始行动5分钟，即使你并不想工作或学习。在这5分钟内，你只需要专注于任务本身，不要考虑其他事情。例如，如果你不想写论文，你可以告诉自己，我先写5分钟。一旦你开始行动，你会发现5分钟很快就过去了，而且你可能会发现自己逐渐进入状态，愿意继续工作。以下是一些克服拖延、立即行动的其他方法。1. 将大任务分解成小任务，这样可以让我们更容易地开始行动。例如，如果你需要写一篇长文章，你可以先从写一个段落开始。2. 使用诱惑捆绑，将你喜欢的活动与任务捆绑在一起。例如，如果你喜欢听音乐，你可以边听音乐边工作。3. 寻找一个 accountability partner， 与他人分享你的目标，并定期向对方汇报进展，这样可以让你更有动力去完成任务。在当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分心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。手机、电脑、社交媒体等都在不断地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，让我们难以集中精力完成任务。为了克服分心，我们需要采取以下措施。1. 创造一个有利于专注的环境，例如关闭手机通知、关闭不必要的网页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工作等。2. 使用番茄工作法，这种方法可以有效地帮助我们集中注意力，提高工作效率。3. 练习正念冥想，正念冥想可以帮助我们提高专注力，让我们更容易地集中注意力在当前的任务上。4. 设定明确的界限，例如在工作时间内不查看社交媒体，不回复非紧急的邮件等。最后，我们需要定期进行反思与总结，以评估自己的进展，并找出需要改进的地方。书中建议我们每周进行1次反思与总结。在反思过程中，我们可以问自己以下问题： 1. 我这周完成了哪些任务？ 2. 我在哪些方面做得比较好？ 3. 我在哪些方面遇到了困难？ 4. 我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改进？通过反思与总结，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的优点和不足，并制定出更有效的改进计划。以上就是《战胜拖延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。
这本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战胜拖延的方法，更在于它改变了我们对待拖延的态度。它让我们明白，拖延并不是不可战胜的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克服拖延，实现自己的目标。那么，从现在开始，让我们行动起来吧！不要让拖延再阻碍我们的前进，相信自己，相信《战胜拖延》这本书的力量。记住，拖延是成功的最大敌人，而行动是战胜拖延的唯一途径。让我们从今天开始，设定明确的目标，制定合理的计划，立即行动，克服分心，并定期进行反思与总结。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我们一定能够战胜拖延，开启高效人生。最后，我想用书中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视频：拖延是梦想的杀手，而行动是梦想的翅膀。让我们张开行动的翅膀，勇敢地追逐自己的梦想吧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希望你们都能从这本书中受益。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或想法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一起交流探讨。